欢迎来到早晚听书，与书同行，智慧相伴。本期我要为你解读的是一本科普书，名字叫《时间的秩序》。这本书将向你展示量子物理研究的一些新成果，这些成果可能会颠覆你对时间的理解。2000多年前，孔子看着河水说：“逝者如斯。”这正是我们对时间最基本的感受，它总是向着一个方向均匀的流动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地球看起来是平的，但实际上是个球体；天空看起来在旋转，但实际上旋转的是我们。许多曾经被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，如今看来不过是偏见而已。时间也不例外。从爱因斯坦开始，物理学家不断发现时间与我们的感知截然不同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，时间可能根本不存在。作者卡洛·罗维利是意大利著名的物理学家，圈量子引力理论的开创者之一，是理论物理领域的学术新星。他的另外2本科普书《7堂极简物理课》和《现实不如你所见》都备受好评，因此有人称他为下一个史蒂芬·霍金。在解读这本书之前，我采访了理论物理学者李建龙老师。他提到，罗维利研究的圈量子引力理论是当代物理学研究的一个方向，目标是解决理论物理的一大难题，用量子物理解释引力，这也是李建龙老师研究的弦理论想要解决的问题之一。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，他们发现，在微观的量子世界里，时间并不存在。当然，这是当代物理学家要解决的难题。罗维利写这本书，并不是为了让你理解艰深的物理知识，他真正想传达的是，当代物理学已经动摇了许多对我们来说非常基础、非常本质的概念。比如时间，在我们看来毋庸置疑的世界基本法则，其实也只是人为设定的一个变量而已。这样来看，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评估一下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呢？今天的解读，我会从2个方面带你重新认识时间。第一部分，我们来看看当代物理学研究，尤其是罗维利所研究的圈理论，如何颠覆了我们对时间这个概念的理解。第二部分，我们来讲讲没有时间的量子世界是什么样的。如果没有时间，我们为什么还能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呢？准备好了吗？下面开始，我们要彻底颠覆对时间的认识了。我想请你先跟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。假设我们俩是好朋友，我就在你身边，如果你想知道我现在正在干什么，很简单，你看看我就知道了。那如果我在北京，你在纽约呢？打个电话就好了，对吧？但是你看到的、听到的我，就是此刻的我吗？你看到我，说明你接受了从我这里传到你眼睛里的光线，光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传到你那里，哪怕只是几纳秒的时间。所以你看到的不是此刻我在干什么，而是几纳秒之前我在干什么。如果你从纽约打电话给我，我的声音传递到你那里，需要几毫秒的时间，你听到的也不是我此刻的声音，而是我几毫秒之前的声音。这不难理解。当然了，你可能会说，这几纳秒、几毫秒的差距，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啊，讨论这个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么，假如我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，比如比邻星 B 上呢？光从我这里到你那里要花4年时间。假设你能用望远镜看到我，你只能知道我4年前在做什么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4年之后的我，是不是就跟此刻的你处在同一个时间点呢？罗维利说，不是的。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的真相。李建龙老师是这样解释这个问题的，在相对论里，时间和空间是不能分开讨论的。可是我们在定义现在这个概念的时候，没有考虑空间因素，只考虑了时间因素。所以这个意义上讲，在整个宇宙中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现在。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现在，它的有效范围有多大取决于我们限定的精度。如果精度是纳秒，现在只存在几米之内；如果用毫秒，现在的范围就要大一些，有几千公里。罗维利说，现在就像是彩虹触碰到森林的交界点，你可以看到它，但是当你走过去的时候，它并不在哪里。现在不过是人类根据自己的经验产生的一种模糊的感受。时间也一样，在我们的经验里，逝者如斯，时间是流动的，而且有方向。但是当代物理学已经证明，这些感觉可能都是错的。过去我们都觉得时间是统一的，
物理学和天文学也都是在描述统一时间中的现象，但是这个统一的时间其实是人为设定的。爱因斯坦告诉我们，并不存在统一的时间，时间非常非常多，时空中的每一个点都有自己的时间。人类已经发明了比传统钟表更精密的仪器来测量时间的差距，可以证明爱因斯坦的观点。如果你把一个仪器放在喜马拉雅山顶，另一个放在印度洋的海平面，你会发现时间在海平面上比在喜马拉雅山上流速度更慢。今天，这个结论已经不只停留在理论，也应用在现实生活中了。GPS 卫星的时间跟地面的时间速度不一样，就是因为考虑到了时间流速这种微小的差距。这还只是开始，继续深入下去，你会发现时间还没有方向，破镜难圆，覆水难收，发生的事情无法倒转，这些都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。但是在物理学家眼里，时间不是这样。时间在物理学里有一个特点，叫做反演不变性，反演就是反过来演示。李建龙老师是这样解释的：如果已经知道行星现在的位置和速度，你就能用方程算出它在未来的位置和速度。但是你也可以倒着算，算它在过去的位置和速度，这就叫反演。既然正向和反向都可以，我们凭什么说一个方向是未来，另一个方向是过去呢？罗维利说，这就是物理学方程里透露出的关于时间的秘密，时间其实没有方向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觉得时间有方向呢？物理学家认为时间的方向和热量有关，这是因为在物理学方程式里有一个方程是不能反演的，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。这个定律的核心就是热量只能从高温物体传到低温物体，反过来就不行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看到一段视频里有一颗球在滚动，你其实没办法分辨视频是在正常播放还是倒放，也就是说，视频里的时间对你来说没有方向。但是如果球停下来，你就能确定它肯定不是倒放，因为你知道小球动起来之后会受到摩擦力，所以才会减速到静止，你就知道了小球的时间方向，而同时你也知道摩擦会生热。这就可以说明我们感知到时间有方向和热量有关。你大概也听过描述热量变化的变量叫做熵。李建龙老师告诉我，正因为时间和热量变化有这种关系，所以物理学家都在猜想，时间的流逝和熵的增大很可能是一回事，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不同表现。罗维利正是从这里出发，提出了他最具颠覆性的观点：时间并不存在。罗维利做了一个大胆的推论。我们知道，熵的增大就是从有序到无序的过程。罗维利说，有序和无序本质上是人主观的判断，不是客观的现象，所以宇宙中其实并不存在熵增，也就没有一种客观存在的时间。这个地方有点难理解，我们一步一步说。先来说为什么有序和无序是主观判断。罗维利在书里举了一个例子，假如你有4张扑克牌，前面2张是红色的，后面2张是黑色的，你就会觉得这些牌是有序的。然后你洗牌，颜色被打乱，牌就从有序到无序。但是请注意，你觉得这个变化是从有序到无序，是因为你在关注颜色。那如果你关注数字呢？还是这4张牌，它们从1246变成6241，对你来说，2组数字都没有特殊意义，洗牌只是让牌从一种无序变成了另一种无序。所以说，洗牌这个变化是从有序到无序，还是从无序到无序，是由你的主观选择决定的。实际上，如果你把扑克牌所有的变量、颜色、数字还有其他的因素都考虑进去，我们很难说任何变化是从有序到无序。宇宙也一样，宇宙在变化，就像洗牌一样，其中的变量比扑克牌要复杂太多了。我们认为宇宙处在熵增的过程中，是从有序到无序，很可能只是因为我们选择了特定的变量来观察宇宙。当然，这个观点很难用实验证明。不过罗维利说，他所研究的圈理论的成果可以佐证这个观点。他们发现，如果从量子的尺度来观察，量子的变化毫无规律，这些量子只是突然出现了，又消失了。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类的尺度观察，就会觉得量子的变化好像是有序的。我们可以这么理解，人的尺度是模糊，一定会忽略掉很多变量，
而量子的尺度就是绝对精确的，不会忽略某些变量，相当于考虑到了所有变量。这就说明我们观察到有序，是因为在人的尺度上只能模糊的观察，无法观察全部的变量。确实，我们只能用一种模糊的方式来看待宇宙，这个时候你才会觉得某些排列是有序的，才会觉得变化的过程是从有序到无序，你才会觉得存在熵增，存在时间。那么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能够达到量子级别的精确，熵增不就不存在了吗？这就等于说宇宙中没有客观存在的时间。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，现在不过是人类根据自己的经验产生的一种模糊的感受，时间本身很可能也只是人类根据自己的经验产生的一种模糊的感受。这个结论很让人震惊吧？一种如此清晰的基本的感觉，对时间流逝的感觉，真的是因为我们无法认识世界的全部细节吗？虽然罗维利提出的推论还没有完全被实验证实，但是他这样的解释根本动摇了我们理解时间、理解世界的方式。这就像当初我们发现地球不是静止的，而是运动的。但是今天大家已经知道地球是运动的，证据无可辩驳。说到这里，你肯定会有点好奇，没有时间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为什么时间的流逝对我们来说那么真实呢？第二部分，我们就来解释这两个问题。我们先跟着罗维利一起到没有时间的世界去看看。罗维利说，没有时间并不代表一切是静止。时间虽然不存在了，但是世界上依然有事件、变化和关联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不管我们在哪个尺度上观察，唯一不变的规律就是世界在变化，跟变化相对的是静止。在我们一般的认识里，静止的是物体，变化的是事件。石头是典型的物体，亲吻是典型的事件。我可以说，这块石头明天还会在大荒山上，但你不会问这个吻明天在哪里。这是看待世界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。历史上，很多哲学家、科学家都试图从静止的角度来理解世界，他们把世界看成是由物体组成的。每天听本书里解读过柏拉图的著作《蒂麦欧》，他在书里就描绘了一个静止的、精确的完美世界。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柏拉图搞错了，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选择错误的方向，把世界看成静止的。罗维利说，整个科学的发展都在告诉我们，认识世界应该基于变化，而不是静止。那些揭示出真相的理论，不管是牛顿力学还是量子力学，都是在描述变化，描述事件是怎么发生的，而不是物体是什么样的。这就是当今物理学理解世界、接近真理的途径。量子的世界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。从量子的视角来观察的时候，世界不再由物体组成，而是由事件组成。我们所理解的物体不过是量子世界里更长久的事件而已。你想想，最坚硬的石头其实也在变化。据我们现在所知，石头是量子场的复杂振动，它也可以看作势力的瞬间作用，是粉碎重归尘土前短暂的平衡。这就是圈理论为我们描绘的世界。世界不是物体的墙，而是事件的网，它不能持久，它不断转化。罗维利说，这或许不是学界已经公认的最佳答案，但是这是他目前所知的唯一自洽的答案了。这个道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其实也不难理解。云不是物体，是风吹过山上时空气中水蒸气的凝结，它也是事件的集合。我们自己呢？人也不是物体，它是信息、光、语言进进出出的复杂过程，是社会关系、情感交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。人也是事件的集合。那么，如果时间不是世界的基本规则，我们人类称之为时间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？我的手表测量的是什么？总是向前奔跑，从不倒退的感觉又是什么？爱因斯坦晚年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像我这样相信物理的人都知道，过去、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区别，只不过是持久而固执的幻觉。很多人引用这句话，因为他们觉得爱因斯坦是在讨论物理学里时间的本质。但是罗维利说，人们其实误解了爱因斯坦的意思。爱因斯坦这句话是写给他好朋友的妹妹的，因为他的这位好朋友刚刚去世。这句话前面爱因斯坦还说了一句话，现在他就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从这个奇怪的世界离开了，比我先走一步，但这没什么。然后他才说，
像我这样相信物理的人都知道，过去、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区别，只不过是持久而固执的幻觉。有了上下文，你就会明白，爱因斯坦在这句话里其实没有涉及物理学家所理解的时间，他的这种感受来自对生命的体验，生命脆弱、短暂，充满幻觉。罗威利说，这段话谈到的事情比物理本身还要深刻。爱因斯坦背后的意思是，时间因为我们才产生。我们能看天上的云，看到眼前的茶杯，能看到阳光下睡觉的猫咪。但是如果回到量子的尺度上，世界上没有猫，没有茶杯，没有云，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看世界的时候显现出来的。时间之所以会从没有时间的世界中显现出来的，也是因为我们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刚才说了，时间流动和熵增有关。熵其实是一个相对的量，就像速度一定得有一个参照系。当你说一列火车速度快，你心里一定有一个更慢的东西在跟它比较，可能是另一列火车，也可能是火车站的站台。熵也一样，熵增不是世界本身的一种状态，而是相对于我们的一种状态。在我们看来，遥远的过去，世界的熵很低，世界处在熵增的过程中，所以一切从有序走向无序，有了过去和未来。这只是描述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已，是我们选择了这种特殊的描述方式。请你回想一下我刚才讲的扑克牌的那个例子，这个道理就不难理解了。我们所在的世界很可能只是宇宙的一个子集，在这个子集里面，我们观察到了扑克牌的颜色这个特殊的规律，也就是熵在增大，所以我们认为过去的熵很低，所以热力学会第二定律成立，所以世界会有进化、生命和思想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我们刚好处在这个特殊的子集里呢？你想想，为什么梅子刚好长在爱喝杨梅酒的江南？为什么羊刚好在爱吃羊肉的内蒙古比较多？世界上很多奇怪的巧合，都是因为我们搞反了因果。真相是，江南的人爱喝杨梅酒，是因为江南才有杨梅；内蒙古的人爱吃羊肉，是因为那里的羊多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处在宇宙这个特殊的子集里面，也就不奇怪了吧。最后，我想给你讲一个寓言，来体会一下这个结论更深层的意义。有一位国王问一个智者，师傅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智者说，国王，我被称为那仙。那仙只是一个名字，一个词语，一个称呼，一个符号，这里并没有人。国王很震惊，就反问智者，如果没有人，那么在这儿穿着衣服还能吃东西的是谁？他接着问道，头发是那仙吗？名字是那仙吗？感觉是那仙吗？智者说，这些都不是。看起来国王似乎赢了这场辩论，如果这些组成部分都是不是那仙，那仙一定是别的什么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眼前的这个人。但是智者反驳道，轮子是战车吗？车轴是战车吗？战车是这些东西的总和吗？国王说，战车当然既是车轮、车轴这些东西的整体，也是它们之间的关系。那仙胜利了。那仙这个名字不过是关系和事件的集合。那么到底是什么构成了人的统一性呢？我为什么觉得今天的我、昨天的我和明天的我是同一个人？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有记忆。记忆是什么？记忆就是把分散在时间中信息组合起来，是大脑处理信息的一种方式。最新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发现，大脑里有一些基本结构，它记录的不是瞬间的现象，而是运动的过程。一个球出现在一个位置，又出现在另一个位置，大脑不会收到两个不同的信号，只会收到一个信号。这就像你听到一个音符的时候，大脑会把前一个音符和这个音符组合在一起，你听到的才有可能是一段旋律。换句话说，大脑不是在拍照片，而是在拍小视频。迪士尼有一部动画片叫《头脑特工队》，里面就很形象地展示了这个机制。在这部动画片里，存储到你大脑里的记忆是一段一段的，每一段都是一颗美丽的玻璃球，摸一下就像触碰了小视频的播放按键，记忆启动，它本身就包含了时间。关于时间，罗威利最后的结论就是，时间不是世界的基本法则，而是我们人类在特定的子集，从特定的视角观察世界的时候，从世界中显现出来的。罗威利在书里反复地引用了俄狄浦斯王里智者对俄狄浦斯的忠告，停下来，不要再调查了，否则
你会找到你自己。在这场关于时间的追问中，我们最终找到了我们自己。好，《时间的秩序》这本书我们就讲完了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当代物理学家已经彻底颠覆了时间的概念。时间既不是匀速的，也没有方向。在微观的量子世界里，它甚至根本就不存在。时间不是世界的基本法则，而是我们人类从特定的视角观察世界的时候显现出来的一个变量。李建龙老师提醒我们，罗维利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，忽略了很多理论的复杂性。确实，这本书不是一部严谨的物理学著作，或许应该把它看成一本从物理学出发，启发我们进行哲理思考的书。它会启发你思考时间的本质，以及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。在这本书的最后，罗维利写下了这么一段话：我不是此刻靠在沙发上，在电脑上打下字母 A 的这副躯体，我是自己的念头，我是我的热爱，我的绝望，我是那个1分钟以前为自己泡了杯茶的人，那个刚刚写下正在完成的这个句子的人。如果这一切全部消失，我还在吗？我的生活由此构成。我们是故事，被置于眼睛后方20厘米的复杂之地。我们是事物混合在一起留下的痕迹画出的线，朝向熵增的方向，朝向未来的时间。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，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，请订阅早晚听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一起与书相伴，智慧人生。我们下一本书再见。